由于长期挨饿，小男孩瘦弱的像一只小鸟仔，在学校办公室里罚跪，是他每天要做的事。原因是家里太穷了，根本交不起学费和午餐费。一旁的校长吃着丰盛的午餐，而男孩饿得直吞口水。好心的男老师出声劝阻，却被女老师对得哑口无言。此时校长掉落一块腌萝卜，男孩捡起就往嘴里塞，他实在是太饿了。女老师见状觉得恶心，让他回家去，不要再读书了。家长，你不要那么脏好不好？回去不要读了，回去。不久后，男孩的爷爷来找校长求情，可校长心如坚石，说他们这种穷人就不适合读书，还不如去大街上卖冰棍更好。不过你这个娃儿，他根本就无可救药了嘛！哎，我看呐，你还是赶紧想办法啊，也免得他痛苦，免得我们难过，让他去卖个什么甜饼啊，这都是他的前途了。校长说完便不再理会二人，爷爷气得浑身发抖，可他又能怎么办呢？家穷没有话语权，自然没有理论的底气。这部小众电影被称为台湾版的《活着》，它是由真实事件改编，背景设置在50年代台南沿海的一个小渔村。同样的大时代与小人物，但该片的结尾比《活着》更令人窒息。爷爷和阿忠是这里的原住民，早年儿子出海打鱼，不幸遇难，儿媳说外出打工，就再也没回来。从此爷孙俩相依为命，靠着编织雨伞艰难度日。极端的贫穷让爷孙俩已经够悲惨了，可随着上游工厂常年排放含砷的污水，导致大量村民患上了乌脚病。阿忠的爷爷便是受害者之一。乌脚病会让患者手足发黑，同时伴有剧烈的疼痛，而贫穷的村民痛疼难忍，最后只能选择截肢。阿忠的爷爷在几年前已经锯掉了右脚，如今他的左脚也开始剧烈疼痛，可为了照顾年幼的孙子，爷爷不忍再锯，每天只能痛苦地忍着。由于从小没父母照顾，阿忠的性格有些呆板愚钝，但他对爷爷十分孝顺。听说吃虱目鱼可以治乌脚病，阿忠便跑去挖蛤蜊赚钱，然后买鱼给爷爷补身体。邻居家的大顺和小顺是阿忠为数不多的朋友，两兄弟经常帮着阿忠挖蛤蜊。他们在的时候，阿忠挖的通常很顺利，可两兄弟并不是每次都在。有次阿忠落单，结果就倒了大霉。这天渔场主气愤地跑过来，其他孩子一哄而散，只有反应迟钝的阿忠还在傻乎乎地挖着。渔场主为了泄愤，拿起棍棒狠揍了阿忠一顿。打死你！你跟天借胆了！我的蛤蜊是你偷的，趁教训！你没长眼睛啊！本就皮包骨的阿忠被打得遍体鳞伤，爷爷看后心疼不已，劝他不要再去挖蛤蜊了，不吃虱目鱼不会死。而孙子阿忠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。比起阿忠家的贫困潦倒，好友大顺和小顺家倒是好上很多。为了喝上干净的水，大顺母亲花了1200元装了村里第一个水龙头，村民们都跑来围观。而一旁的阿西婶却出言嘲讽，说价格那么贵，难道会硫磺金水不成？你没钱装就少说废话嘛。爷爷当初就是喝了被污染的井水，才得了乌脚病。为了让爷爷也喝上干净水，阿忠找了一个废弃水龙头，回家安装到墙上，还把爷爷喊来看。可不管他怎么拧开关，都没有水流出来。爷爷没有笑阿忠，而是交代他一定要好好学习，等把书本上的知识学会了，也就明白其中道理了。这天去上学的路上，阿忠遇到了一个身患乌脚病的孩子，由于失去双腿，他只能用小板凳一步步地向前挪动。同行人匆匆而过，对此漠不关心。只有善良的阿忠想到了同样遭受病痛的爷爷，于是二话不说背起他去了学校。结果阿忠就迟到了。此时班主任正在体罚迟到的学生，对富家孩子老师简单说教也就过去了，而家境贫苦的则会挨上一棍子。阿忠的家境最差，就连午饭费也交不起。班主任这次逮到机会，便不由分说的让阿忠去打扫厕所。阿忠不会为自己辩解，只好乖乖去冲洗厕所。可祸不单行，专心打扫的他没有注意到里面有人把水泼了校长一身，这颗铜的大篓子。孺子不可教也。阿忠像个鸟仔一样被校长拎进了办公室，还惩罚他跪在地上。好心的男老师看不下去，气得起身离去。从此打扫厕所成了阿忠的固定工作，如果做不好还要被拉去办公室罚跪。这天爷爷带着阿忠去看戏，而村里的年轻男人们被一旁的歌舞表演吸引过去。几个邻居认出来台上跳脱衣舞的女郎正是阿忠的母亲桃花。爷爷见此非常生气，立刻带着阿忠回家了。到了第二天，阿忠的母亲却悄然而至，还带回来一笔钱。爸，这些钱你拿去用。不用了。爷爷没有给儿媳好脸色，他当年突然离开，10多年来没有任何消息，如今突然回来，却让祖孙二人在村里丢尽脸面，实在是太过分。其实阿忠的母亲也很无奈，去哪里演出并不是他能左右的。爸，
不管你怎么讲，我要生活下去的。不然你叫我死在这块炎地上吗？留下钱和礼物，阿忠的母亲也含热泪地离开了。对于母亲，阿忠没有任何印象，甚至连一丝埋怨也说不出口。桃花十分想念阿忠，忍不住来学校探望，却看到瘦骨嶙峋的儿子正在光脚打扫厕所。阿忠之所以不穿鞋，是怕把母亲买的新鞋弄脏，只好把鞋挂在脖子上。眼前的一幕让桃花泪如泉涌，心痛似刀绞一般。桃花怒气冲冲地找到校长，后者一看他一副有钱人的打扮，立刻换了一副嘴脸。说阿忠呢，虽然这个天资啊差一点，我还不说了，他把那个厕所水沟都洗得干干净净的了，我还想表扬他一下。桃花愤恨地丢下礼品，表示自己的儿子是来上学的，不是来洗厕所的，还把儿子下学期的午餐费交了，收了钱和礼品。校长一改之前的态度，当天就给阿忠发了一张劳动光荣的奖状。第一次拿到奖状，阿忠迫不及待地想拿回家给爷爷看。就在大顺欣赏奖状时，几个调皮的小朋友一把抢过，他们大声地念着奖状内容。可随后话锋一转，说阿忠能拿到奖，全靠他妈妈给校长跳了脱衣舞。阿忠气愤地想要回奖状，却被他们直接给撕了。面对同学的嘲讽侮辱，阿忠一言不发，只是默默捡起奖状碎片。回到家后，阿忠和好友大顺小心翼翼地把奖状拼好，开心地挂到墙上。这份奖状虽然不是老师对阿忠的认可，却蕴含着母亲对儿子的爱，而阿忠也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祝阿忠同学，本学期因服务热心，值得赞赏。当天夜里下起大雨，阿忠被雷声惊醒，身边却不见爷爷。走出屋外一瞧，爷爷正因为五角病发作，痛得在泥水里打滚。阿忠急忙去隔壁叫上大顺和小顺，三人盯着瓢泼大雨，总算把爷爷送到医院。爷爷痛得呻吟声不断，阿忠看得心痛，在一旁默默流泪。同院的伯伯见阿忠担心，出言安慰道：阿忠啊，回去睡吧啊！你爷爷的脚明天跟我一样锯掉就不疼了啊！你回去睡啊，好好的，我来照顾他啊。阿忠听完后哭得更厉害了，他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让爷爷吃上虱目鱼，一定要治好爷爷的五角病。可他哪里有钱买鱼呢？机灵的大顺想起校长那句不如去卖冰棍的嘲讽，给阿忠出了一个主意。两人一起去庙里偷香火钱，然后买了1箱冰棍到街上叫卖。为了锻炼嗓门，阿忠还特意跑到水井口练习如何叫卖。卖冰棒，卖冰棒，卖冰棒。可事与愿违，阿忠和大顺吆喝半天，最终一个买家都没遇到。为了把冰棍卖出去，阿忠搞了一个附加服务，他在自己脸上画上戏台上的大花脸，只要有人愿意买冰棍，他就跪到满是实力的地上，让对方当马骑一圈。这个方法果然奏效，冰棍一根根的卖。阿忠鸟仔一样瘦小的身躯，手和膝盖都磨破了，可他心里却十分高兴，总算是赚到钱了。一天下来，阿忠挣到1块5毛钱，可询问鱼贩子才得知，最便宜的虱目鱼也要整整4块钱。鱼贩子看着阿忠有些迟钝，一把将钱夺过，然后塞给他2条干瘪的狗母鱼充数。阿忠还没反应过来，交易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完成了。虽然不是虱目鱼，但好歹是条鱼啊，终归是对爷爷的病是有好处的。阿忠安慰着自己，然后煲好鱼汤送去医院让爷爷吃。喝着孙子做的鱼汤，爷爷的心里十分欣慰，看着爷爷的脸色好了很多。阿忠以为是鱼汤有效果，于是决定在接载里他和大顺兄弟一起从早卖到晚。虽然很辛苦，但阿忠觉得自己和爷爷总算有盼头了。儿童的恶意有时会超乎大人的想象，平日里欺负阿忠的孩子们看到买冰棍能骑马，自然不会放过阿忠。一个小恶霸故意向下用劲，使阿忠直接磕在地上，好在大顺的妈妈路过，才将小恶霸们撵走。这些死小子，你们有没有家教啊？阿忠，还疼吗？头抬高一点。那些该死的，我很远就听到他们的声音了。这天大顺的姐姐正在办婚礼，村里的小孩都跑来看热闹。几个小恶霸趁阿忠不注意，偷走了他的冰棍箱子。阿忠啊，我叫顺吉拿喜饼到你家给你吃的。哎呀，这是何日请假？哎呀，鼻涕流出来了，也不知道擦。下午我煮虱目鱼汤，你拿到医院去给你叔爷爷吃，好不好？等阿忠发现箱子不见了，着急的四处寻找。此时箱子里的冰棍已经被小恶霸们吃光了，里面的钱也被几人搜刮干净。几人丝毫没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几根冰棍，还是阿忠对生活的希望。没了钱和冰棍，也打不赢小恶霸们，阿忠只好重操旧业，去挖河里买钱。大顺无奈，只好陪着他一起挖。可二人的运气实在不好，渔场主手拿木棍，凶神恶煞地跑过来。大顺逃跑后，赶忙提醒阿忠快逃。想起上次被打的惨痛经历，阿忠本能地开始逃
逃命，他叫喊着跑进海水里，海水逐渐淹没了他的腿和腰。阿忠，那边的水很深呢。等到大顺跑过去，阿忠已经沉入水底，这个画面显得过分平静，只有海水拍打隔离田的声音，仿佛吞没阿忠的事情从没有发生过。当天夜里，爷爷独自守着破旧的小屋，满是皱纹的脸上没有一滴眼泪。当一个人悲痛到极致，是流不出眼泪的。第二天一早，在大顺一家人的帮助下，爷爷给阿忠举办了简单的葬礼。按照当地的习俗，早夭的人在下葬时要被亲人敲几下棺椁才行。爷爷看着眼前小小的棺材，缓缓举起手中的拐杖。阿忠啊，你怎么天生这么笨？下辈子投胎要学聪明一点啊！这世上最苦的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。阿忠是爷爷的命根子，如今孙子离开了，爷爷活在世上的唯一动力也烟消云散了。当棺椁被众人抬走时，失去双腿的爷爷想站起身，却重重摔倒在地上。一旁的大顺麻看得心痛，忍不住掩面哭泣。这时邮差送过来一封信，是母亲桃花给阿忠来信了。阿忠啊，阿忠，你的信呢？你的信，阿忠，阿忠。这封信阿忠永远收不到了，他不会知道他的母亲正在攒钱，打算回村盖一间大瓦房给他和爷爷住，还要给家里换上无毒的自来水。乡村的土路上，几个孩子扮成《西游记》中师徒4人的模样，用孩子们最喜欢的方式送了阿忠最后一程。妈妈会认真努力去赚钱，总有一天回去盖一间大瓦房给你和爷爷住。以后咱们就可以装水龙头，就不用再喝井水了。还有，妈妈已经把你下学期的营养午餐的钱交给学校了。我相信下一次妈妈回去看见你的时候呢，你应该是肥肥胖胖的，不会再是瘦巴巴的了。还有啊，你要好好的读书，不要像妈妈连封信也要拜托人家写，因为妈妈到处在演出，所以呢无法留下地址。妈妈交代给你，你要帮妈妈好好的照顾爷爷。阿忠入土为安了，不知从哪里飘来了一阵歌声，隐隐约约地唱着祸患专挑苦命人，又渐渐地听不到了。电影《一只鸟仔笑啾啾》上映于1997年，导演是张志勇。该片被影评人誉为台湾版的活着，同样的底层苦难，同样的大时代和小人物，它有着8.8的高分。可惜的是，很多人没看过这部电影，甚至都没有听说过。阿忠和爷爷是留守于乡村的原住民，也是被现代文明抛弃的一类人。他们被工业文明带来的污水毒害着，被象征着思想先进的学校无情地排斥着。在电影结尾处，爷爷用拐杖不断敲着阿忠的棺材，他敲的是几块薄薄的朽木，又何尝不是孙子的灵魂和着捉弄人的命运。人人都说阿忠愚钝，可他明明是最善良与勤恳的。无奈的是心智未开，他对希望的全部认知就是爷爷吃了虱目鱼可以治好五角病。他对命运的全部反抗是不怕苦痛的跪下赚钱去给爷爷卖鱼吃。有些人道貌岸然，势力虚伪到极致，一边大言不惭地教导孩子要人义理之心，一边又虐待着贫困学子。同样是底层的苦命人，可他们却挥刀砍向更弱者，为了几个蛤蜊就能把一个瘦弱的孩子打到半个月下不来床。有的人道德低劣是块庸俗，为了将手中的鱼卖出去，不惜糊弄无辜的孩子。更有的人小小年纪就沾染上恶毒，他们不惜余力地欺负着毫无还手的同龄人。除了电影中的恶，里面也不乏真善美的存在。阿忠和爷爷相依照顾体谅的亲情，大顺和小顺的鼎力相助，以及五角病患者们相互扶持，都让人十分感动。电影最后，和煦的海风吹走了乌云，显得万籁俱寂。远处一只小鸟仔在倔强地鸣叫着，它是手握的阿忠，也是很多个我们未曾见过的阿忠们。享受着现代文明种种便利的我们，也许再也难以想象民生之多艰能达到何种程度。至少这部电影让我们知道了，有的人光是活着就已经拼尽了一生的力气，甚至连一声埋怨都无力说起。